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请到了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欢迎；涂磊老师，欢迎。来吧，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我和他是在一个相亲群里面认识的，现在已经交往了大半年，但随着我们彼此深入的了解，我才知道他和他前妻一直都有联系。我曾经是2次婚姻的失败者，在情感方面受了太多的伤害。我都到了这个年纪，只想一步一个脚印。我想和他安定下来过日子，但他一直不肯和我去领证，这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也很迷茫。我不是没想过再次成家，只是觉得双方都了解一下再做决定，这也是对双方负责任。但他总不能理解我，我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蒋先生54岁，来自湖南个体；林女士49岁，来自湖南酒店领班。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今天为何而来呢？我申请来的，我想挽回我朋友。哦，挽回女友啊。我看他根本是没这个心的。我一直在想和他去领证呢，他都不同意。哦，恋爱多久啊？认识到恋爱有1年多了。哦，1年多了。是的，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在8月份，我们在一个相亲群里面认识的啊。但是聊得来，就互相加了微信。到过年以后呢，我们就确定了这个恋爱关系啊。我当时呢就跟他说了，我们确定那个恋爱关系以后呢，就是半年呢我们就去领证。他说行，可是等到了8月份，我就跟他提，他说再等等吧，等2个月以后我们再说。10月份我又跟他提，他说还是再等等吧，我们等过年以后再说。哎，我说你这个是真心吗？刚开始我们说好了的，我们经过了解一段时间就去领证的呀，为什么还要等等？你老是等。哦，所以您是等不下去了，所以您选择走是吧？是的呀。啊。我是离过2次婚的，在婚姻方面受到很大的伤害啊。我第一次离婚是92年，原因就是2个人性格不合。当时离婚的时候呢，我小孩只有4岁多，4岁多呢，离婚以后呢就下海经商做生意。96年经过朋友介绍呢，认识一个女孩子，比我小8岁。当时2个人交往呢还只有3个月的时间，经过他父母催，就草率的结了那个短暂的婚姻，本身只认识3个月就结了那个婚，从结婚到第2次离婚呢，只有1年多的时间，闪婚闪离。我20多年了，一直就是一个人。17年的时候呢，8月份呢就在群里面呢认识我朋友，认识朋友呢，经过几个月的交往，当时的时候呢，口头上面承诺了交往半年就跟他领证。但是呢，到现在呢，将近起上有1年多，一直还没有达成他这个协议啊。我就是想呢，毕竟他也是离婚的，我是第2次离婚，我想慎重一点啊，不能拿青春斗明天了，这个年纪也斗不起了，我50几岁了，是不？儿子都31了，孙子都6岁了，慎重考虑一点，对我对他都有好处。所以您现在的慎重是您觉得太快了，还不适合结婚是吧？我看他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啊，因为最近几个月啊，他就每天和前妻视频聊天我一跟他说话，他就很不耐烦，老对我发脾气。所以您走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娶您，他还跟前妻藕断丝连，在您的眼里是这意思吗？是的呀。像这个事情呢，跟前妻聊天有时候视频呢，我和前妻呢是一个单位的，都是交谈厂里面的事情。再一个呢，儿子的开公司或者是孙子听不听话甚至生没上幼儿园都是一些家常事情。前妻再婚了吗？前妻她没有办手续，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些事情，造成我没有安全感
一个厂好多人的，你可以和别人聊啊，为什么非要和前妻聊呢？你说聊着儿子的事情，儿子又不是说是20岁还不懂事，儿子也是30岁的人了，他前妻可以直接跟儿子聊是吧？为什么要和你聊？所以这个事情我很，所以你想不明白，想不明白，我也想不透。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就是在您20多年单身的这个时间里头，您跟您的前妻还有联系吗？但是微信联系还是有了，就是一直保持着联系，微信联系、电话联系。刚开始认识我跟他谈的时候，没有这么联系，就是偶尔有时候发一个微信啊，根本视频呢就是个把月我才看见了视频是吧？但是最近几个月就是天天聊，天天视频，那我肯定不舒服吧，是吧？还有一件事是我想不透的，上个月他跟他前妻视频的时候，我就偷偷听到。他说他和前妻买了一个墨，哎，我说你和前妻买了一个墨，那我现在跟你谈，你说喜欢我，那我算什么是吧？关于这个买墨的事情呢，16年我跟我爷爷奶奶去买墨的时候呢，当时就考虑一下，哎呀，这个时候我也上了50多岁的人，我跟儿子说，我现在也是漂泊一个人，是吧？必定100年以后啊，怎么安顿，是吧？我就这样想，我反正一个人买个墨啊，和前妻埋在一起啊，方便儿子孙子以后的走动走动。但是我买墨的时候根本不认识他，哎。那您前妻现在不是身边也有一个常相伴的人吗？你前妻对你们未来100年之后合葬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呢？我跟他说了以后，他就说：“哎呀，想那么多干什么？还这么年轻。”我说：“我买了，你反正。”我都拍个照片给他看，我说连这个墓碑都全部字都做好了，100年以后啊，我们就安顿到这里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只是假设啊，交谈，但是我就感受到他们2个关系挺好的，已经超出了这个朋友的底线。咱们说他对您怎么样吧？对我不说他那闺蜜了，好像有敌意，我就看出来了。哦，闺蜜对您有敌意，我问的是先生对您怎么样？先生对我不怎么好，如果说好的话，我肯定不说，要和他分手。您指的不怎么好是指什么呢？比如说，8月份我和我朋友讲好了到平江去玩啊。我朋友就是说，他有时间送你没有啊？我说我和他现在是什么关系了是吧？他们说那就行吧，你就叫他送我们去啊。结果我会回个和他一起走下去。好，明白了。你今天是来挽回的，对吧？其实问题也特简单嘛。第一个问题，您要娶人家，可能有一个先决条件，以后得埋一起，这事儿您能答应吗？我考虑一下。这是考虑一下啊。第二件事儿，他确实挺在乎你跟你那个女闺蜜交往的，你能改吗？我会慢慢的收远一点啊，毕竟是一个知心朋友，没有任何别的关系的啊。老师们看看这个应该怎么办吧？这段情感的走向。好的爱情是，遇见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我没想过别人。到您2位这儿呢，变成了遇见您之后，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前后，我想的都是别人。大哥，我想问您2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你还相信婚姻吗？我相信。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您的前妻现在和她的身旁的伴侣分手了，你会和你的前妻和好吗？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离婚20多年了，真正要是破镜重圆的话，早就在一起了。那为什么想死后葬在一起？因为刚才您的表述是这样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先把你们所有的字儿都写好了，然后才给您的前妻打电话说，咱俩以后就埋这儿了，对吗？所以您并没有征求过您前妻的意见，在此之前，而是自己做的这样的决定。我们讲说，至高的爱情境界叫什么？生同寝，死同穴。其实你们这是一种很伟大的爱情情感。对于您的前妻来说，对于您来说都是一样的，可是对于大姐来说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是的呀，我就是不同意啊，可他你同不同意都没有用，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你就今天站在这儿了，他说他考虑考虑，他其实99%的答案都是
还是和他前妻在一起的。大姐，你知道从三亚飞哈尔滨吧，中间有的时候飞机要经停大连，您现在就是大连站，但是人家目的地是哈尔滨，明白了吗？明白。有的时候可能哈尔滨当地天气不好，现在我迫降沈阳了，您就是沈阳，人家的目的地是哈尔滨，我是他的备胎。替补，对，听懂了吧？这回明白怎么回事了，对不对？明白。所以没意思，我觉得，因为心里还住着旧爱的人，是无处安放新欢的。所以大哥，我觉得不要因为孤独、寂寞、冷，耽误了别人。谢谢。大哥肯定是一个非常怕寂寞的人。我有之前的第一次婚姻和第二次闪结闪离，我不认为他没有安全感。我认为先生说的直白一点，你从来都不爱别人，你只爱自己。你为什么离2次婚？你估计到现在都不知道原因，说什么性格不合，是因为你让别人感觉不到你在爱他，是因为你太自私，只爱自己。在2个人关系中，你不付出真情，不付出真心，谁会爱你？谁会跟你啊？你说啊，我都买好墓碑了，我要和我前妻合葬，我告诉你，没戏。将来如果你的前妻真的和人家现在的伴侣情投意合，人家也不跟你合葬。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我都把我的生活安排好了，你看我有孩子的妈将来陪着我啊，我有女闺蜜是我的好朋友，我还有一个在我身边陪着我的愿意陪我生活的女人。其实到头来你一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谁都不会陪你。所以大哥，你这都50多岁的人了，如果不掏心掏肺去爱别人，你别指望生有人陪，死有人陪。我们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的，所以如果您要不调整的话，我怕您以后的日子更孤单。你要学会好好的爱别人，才真的会有人陪伴。女士，我想说的是，虽然大家都看到了这位先生有很大的问题，但不代表你没问题。我认为你的对婚姻的理解太功利，你从一开始就算清楚了，说我们现在相好啊，好过半年我们就结婚。婚姻和情感能拿时间去计算吗？虽然说已经是2婚了，如果是本着这样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有一个人是我的家里的人而去成这个家的话，最后有可能还要离婚啊，他都离2次婚了。所以爱情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付出的，是他自私，是他不会爱人，但你也没有用你的爱，用你的温暖，用你的能力去感染他，让他学会去爱。所以在这个感情当中，一定要拿出真心，2个人互相温暖，相爱了以后，婚姻是水到渠成，而不是用时间计算，好吗？好，祝你拥有幸福的情感，早点进入婚姻。好的，谢谢。好，谢谢严老师。前妻呢，虽然现在不是爱人，但她曾经是一个爱人。闺蜜呢，虽然不是爱人，但她至少是一段友谊。只有你，哪种都不是，既不是爱人，也不是闺蜜，既不像爱情，也不像友情。你有没有觉得你既比不上前妻，也比不上闺蜜？你属于那种2可又2不可的类型。我这样说对吧？其实你没有把她当成真正的爱人，否则的话你不会不顾及到她的感受。你也没有把她当成是完全的纯粹的像闺蜜一样的友谊，因为你跟她之间还是有爱人之间的那种感受，所以你始终觉得她是友谊已满，恋人未到，所以你才不愿意跟她结婚。不是不愿意，因为我们相距只有……你如果愿意跟她结婚，如果你真的愿意娶她，如果你真的愿意用余生来陪伴她，你是万万干不出要跟前妻合葬在一起这事儿。不然合葬的那个事情是16年，你就即便16年已经定了，我把那块墓地全部让给前妻，我也不会做伤害她的事情。
说的有道理。这件事情换给你，你也不愿意吗？如果他愿意跟他的前夫合葬在一起，你也不愿意吗？这是很显然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你想要跟前妻合葬在一起，未必是因为你还爱着前妻。从某个角度上是来说，你是为了至少我死了以后，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比我们都透彻，都明白。认识你到今天1年多，我确实放不下，因为我离婚20多年，经过昏昏欲欲啊，我认为我自己找到了一个能够跟我陪着到老的伴。希望你有些方面呢，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多指点啊，或者是不懂的地方呢，多双方弥补一点。经过时间长一点呢，我们把这个证明了。我呢，从你这几个月做的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呢，我是不可能和你还继续走下去了。我要考虑考虑，慎重考虑，真的是要考虑一下。我现在真的还是站在这个十字路口，就像他们说的，我是你的一个路口，你可以起飞到任何一个路口去。今天可以到这里停一下，明天可以到那里停一下，我还是要考虑清楚再说。我希望你还给一点时间我。啊，好了，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请开门，请。哎呦，看给您急的，那套上也套不回家。行了，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最后离分开，真正的伴侣，你说呢？男嘉宾出来的时候，嘴里叨咕了一句话，叫“真是放你不下”，是吧？是的。确实放不下啊，我看你们都放不下，反正好好的吧，就单纯一些、纯粹一些，好不好？我们还是彼此给彼此一个机会吧。你就别说了，那木怎么着啊？反正我全部都会处理好。经过几位老师的提醒，确实指点我的缺点，确实有道理。不是您打算怎么做呀？跟他一起。来，知道不容易，真心对待彼此吧。祝你们能幸福，谢谢2位，请回。谢谢啊。还是那句话，这只是在节目现场此时此刻这一对恋人心中的感受。我相信回到生活里，他们还需要去反思、去琢磨、去磨合。生活里面到底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那样的生活让他们去选择。只是说，今天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方向。婚姻应该是纯粹的，当你让它纯度越高的时候，它的坚固性就越牢。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2年了，毕业后他不思进取，很多时候还会限制我。
吃个饭就行了。然后我当时想着，我妈都说不用带东西就不带吧，我们就一起去了是吧？然后当时她就，可能我也想的不周全吧，最后还是买了回去了，也挺开心那天。就是你觉得他很幼稚是吧？他还有什么幼稚的行为让你接受不了的？他平常就是不理解我嘛，然后也不理解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圈子。我让他跟我朋友见面，大家一起出去玩嘛，因为我朋友平常帮我也很多，但是他就对我朋友看法特别不好，然后也不愿意去见。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我当时也挺生气的。有一次不是他就跟他朋友，就我不是说他不喜欢他朋友，是其中一个人，就是我对他印象不太好。就有一次就是他过生日还是什么，然后去喝酒，喝的一半那个人喝多了，然后他走了，然后把我女朋友留在那里，然后那些人就不让他走。然后我当时听着他跟我说不让他走，我就直接去了。去了几个男的，反正态度也不太好，然后叫我喝。当时你知道1点多钟了，我跑过去，然后他叫我喝，然后我也一肚子火了，我说我又跟你不认识，你都不让我女朋友走，我跟你喝什么？然后当时这是不能喝。对，然后后来我就拉他走了，我就对他那朋友就看法不太好，因为当时他自己走了，他也没带他一起走啊。因为我朋友那个时候他也喝多了。哦，男朋友女朋友啊？听了半天。女性朋友。不是还有什么很多男的吗？主要是一起上班的同事。哦，行，这你认为他不够周到是吧？对。你好像也觉得他不太成熟，我觉得他是吧？脾气就是脾气不好啊。我们一起吃火锅，还刚吃，朋友一个电话打过来，叫我们过去玩，跟我说吃火锅吃一半了，你都把饭吃完了，然后他就比较着急，然后我就，当时我说心里不开心，我说去了，然后就走嘛，然后走的路上我可能就是多说2句，然后回去的路上上家楼，他把那个人家装修的那个钢化玻璃直接从楼梯上扔下来，弄了一地玻璃，然后那房东也是还来找我们，是吧？找了好几次。我后来不是收拾好了吗？那不是我凌晨去收拾的吗？那不是因为你一直不肯哄我吗？他总是会做什么事情我生气了，他不肯哄我，然后等我也一起生气了，我们大家一起生气，然后互相的就是相爱相杀，就每次都弄得很不愉快。我觉得希望他可以就成熟一点，让我，这样的话我也会退一步。然后后来我也哄了，我带他去吃饭了，然后吃饭你没有给我好脸色，我把碗筷给你摆好，然后我叫你好几次吃。但是你全程也没有理过我。我说了好几次，我说你先吃饭了，吃完饭再说了。人家那个饭店老板娘都来了，就是说不要生气了，吃饭了，反正也不给面子，然后最后还闹得好凶了。哎呀，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在学校的时候，当时他打篮球，我觉得他很阳光很帅，然后我就追的他。你追的他？对。哦，变成男朋友之后怎么样啊？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吧。哪儿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他不够成熟，太小孩子气了，而且很多事情都理解不了我。哦。我朋友，他们男朋友都会对他们挺好的，过节都会有仪式感，但是他从来没有。哦，那你跟他说过吗？说我要仪式感？有，不是他就有，不是我可能10件事情有1件没做好，他就觉得我永远就是没做过这件事情。但是那些都是我自己要来的，你没有主动想到过。就前段时间不是我们在一起2年了啊，我上班上到10点钟才下班，我还订了那个蛋糕，还订了花，然后还回去拿给他了。你去上班这些事情不是我催促你去，你会去吗？而且这些事情不是我逼着你做，你会做吗？我上班那不是我后来这个工作是我自己找的呀。哎，你看得上他吗？现在就大学毕业之后，你还看得上吗？我相信在学校里面，小伙子长得比较精神，篮球打得比较好，对吧？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那么幼稚的？从我出来接活动之后。哦，你开始接触社会以后，你发现他是幼稚的，是这意思吗？就是人情世故皆不周到。见过你父母吗？他？没有。啊，你没有带他见，还是他没提出要求？都没有吧，因为我还不敢带他见我父母。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他如果见我父母的话能不能做得好，因为我们家里很注重礼仪。哦，你指的礼仪是什么呢？就是，事事想周全吧。哦。比如带礼物是必须的吧。啊。然后嘴巴要会说话一点。他都不够哈。不会说话。那你看他大概还有几年能去你家呢？等他工作稳定吧。哦，我问问你啊。你说的脾气大对吧？对。一开始的时候脾气大吗？开始比现在好吧。啊，就为什么一开始能忍，现在就忍不了了呢？最近脾气稍微有点太大了嘛，然后这次也是
他就觉得。那他这脾气为什么跟你相处之后一天一天的见长呢？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我没有让他嘛，就是。我跟你讲一件事吧，我脾气为什么不好？就有一次我们又一起找了一份工作，我叫他起来上班。然后其实他是会去，但是他就是要嘴巴就是要说，就是我不想去，我今天有事，我们不去吧，就非要那样惹我，他就觉得很好玩，然后把我惹生气了之后，然后他就开始说，我们去吧，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很生气了，我已经没有台阶下了，然后我就会更生气，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们2个手机都被我摔烂了，我真的为什么不知道他每次都要这样，就一定我开心的时候他要把我惹生气，然后等我生气了，我们2个都生气了，就把家里东西都砸烂了。你们俩为什么一定要在一起工作呢？因为他不想我做礼仪，他想我在他身边，他不放心。他要不做礼仪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跟你一起工作了？还是必须得跟你在一起？就现在也不在一起工作啊，就他现在目前还是在做礼仪。他还在做礼仪，你接受吗？后来都可以接受了。后来他有时候他早上很早出去，我都送他出去，然后他晚上很晚回来，我都接他。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我要给礼仪这个专业正一下名哈。现在很多的互联网大会、修博会、西博会都有很漂亮的礼仪，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美。只要这个礼仪的工作是合规的，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这是我替他说的话。对，我现在理解，主要理解了。但从爱情的角度上来讲，如果你的男朋友那么的不喜欢你去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并不是你赖以生存的唯一工作的话，我是建议还是要考虑对方感受的。然后再来说男生，女生说他幼稚，对吗？他今年才23岁，他能有多成熟？你要求一个23岁的男生事事周到、事事圆滑，我觉得标准有点高。在这样的青春的年纪，有一些幼稚的行为，我刚刚听到了什么？就是哎呀，朋友之间啊，他怎么样不圆滑，我去他们家怎么样，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犯错、逾矩的行为，只是说可能不是那么的成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思虑的那么周到而已。而且在整场的过程当中，我还听到男生说：“哎呀，我也在检讨我自己是不是哪里怎么样。”但女生完全没有。其实相爱的2个人，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本质问题的话，就是在一个爱的过程当中进行磨合。细节决定爱情。你们所有的今天的表述都是在表述细节，成也细节，败也细节。所以你们如何能够处理好爱情当中的这些小事儿，这些细节，就是你们走向成熟的过程。祝你们幸福，谢谢。谢谢。我觉得你们之间出了大问题，很大的问题。幼稚，暂且不说你们俩谁比谁更幼稚啊，在我们看来你们都幼稚，这幼稚是比较出来的。但是幼稚本身它不是缺点，它是我们每个人必经的一个经历阶段。男女之间最重要的不是你幼稚成熟，不是，而是说你是否欣赏他的幼稚，你是否欣赏他的成熟。就如同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觉得哇好阳光，打篮球好帅，因为这个你就可以去爱上他，就可以交朋友，对不对？但很多人他不错，是挺帅，打得不错篮球，他也不会去喜欢上他。这就是人与人爱情之间的不可捉摸之处。或者说你是因为他的阳光喜欢他，却因为他另外一个特质。不是说他幼稚，其实你知道他幼稚，而且你也知道这个阶段男孩就是这样。你看看你的同学，有几个比他更成熟？你们2个之间的愤怒其实是2种截然的不同愤怒，你们的争吵也是2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动因。女孩其实不是出在细节上和他产生了分歧和矛盾，你出在了内心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实你已经感受到他和上大学的时候那个阳光的、潇洒的、帅气的男孩，在你心中的那种喜爱的形象的位置已经变了。而当初你曾经那么主动地表达了你的爱意，曾经是学校里边还比较羡慕的这一对，你如今无法交代这段感情，
你只好哪儿都看他不顺眼，哪儿都觉得他不好，来掩饰自己想要分离。其实我觉得勇敢的面对感情就好啊。我知道你需要一个理由，或者需要一个说服自己也交代给大家的方式和他分离，但不是愤怒，不是争吵，不是一次次对他的看不上，不是连带他去见父母都觉得拿不上台面，这样就变成伤害了，你知道吗？你坦坦荡荡接受，有一种情感就是这样的，在某一个情景下我们是相爱的，是美好的，但是人是在变的，环境也在变，我不觉得谁对谁错。当我们内心成长了，境遇发生了变化，也许有些爱情走着走着我们就最终走到了一起，走着走着我们走散了，但也有份美好的回忆和一份祝福。所以我觉得你面对内心啊，不要去折磨自己，不要去折磨他，变了就是变了，去面对。而男孩，我想说的是，你去私语一，你说一些让他很不愉快的话，你的愤怒和你的敌意来源于你对自己无能的遮掩，你心里知道你在他那里达不到他想要的男孩应该拥有的能力，所以你在掩饰自己的无助，所以在吵啊，这也是你的心理动因。你知道你达不到他的要求，但这不是你的错，因为我们的成长都是循序渐进，所以在这个阶段，你们俩可能真的走着走着要走到两个方向去了，不是不曾相爱，而是不是每一种感情都能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太辛苦，不要太累，去努力做好自己，去真心付出，结果不重要，成长的过程最珍贵。谢谢。好，谢谢严老师。姑娘为什么流泪啊？我觉得他讲的可能讲到了心里的痛感，学生感情的痛吧。来，涂老师，在爱情保卫战的舞台上有一个魔咒，就是找个男朋友不是用来爱的，是用来改造的。你是不是特别想改造他？你是不是特别觉得自己的男朋友跟别人的男朋友相比太幼稚没面子？你是不是觉得他没有担当，将来没有希望？你是已经打算好了要嫁给他吗？你都没有打算好要？不用啊，当然听妈的。自己跟一帮朋友去喝酒，这帮朋友说你不能回家，你就得陪我喝。男朋友说我就不跟你们这帮家伙喝，把我女朋友惯成这样了，太不成熟了，你不给我面子呀。所以在你心里面那个幼稚，你是在跟所谓的世故和圆滑划等号。那留点这种纯纯粹粹的东西不好吗，姑娘？所以你们自己看，前提原则们就是老师们说的：第一，不要勉强自己的内心感受；第二，学会成长，互相成长，就好了嘛。我是觉得在一起2年了吧，反正我是觉得分开就也挺可惜的。来，请关门，请开门。网友提问：我和男朋友在一起2年多了，虽然我俩家庭条件都还不错，但是呢，我们上班工资都不是很高，我花钱比较节制，但是他从来都是大手大脚，到现在一点也没有改。马上就要结婚了，要是这样，以后我们还能一起生活吗？不能啃老一辈子呀。我该怎么改他乱花钱的毛病呢？结婚呢，意味着2个对未来有共同规划和目标的人，因为要更好更快地去实现这个目标而决定在一起。